咸的味觉来自盐，它是人体不可缺少的物质，以钠离子和氯离子的形式维持着体内水量的恒定，也激发并且平衡着每道菜肴里的各种味道。在中国菜里，盐更重的使命是调出食物本身固有的味道，改善某种基底的质地。在中国的烹饪词典里，盐是百味之首。不下雨的日子里，阿刘每天都要在盐田里忙碌。把那个盐水把它搞均匀一点啊，结盐的时候比较平均一点啊。不好，结晶太慢了。阿刘的家在粤东海边，村民世代以晒盐为生，至今沿用着古老的制盐方法。用海水晒盐的盐田法，可以追溯到400多年前的古代中国，而中国人发明海水煮盐，则早在5000多年之前。阿刘的盐田一共有17块，这里离大海只有1公里之遥。4岁的刘涛涛，每天最开心的事就是跟随父亲来盐田。晒盐的海水储存在这个水井里，井下有暗渠通向大海。海水晒盐依赖阳光和流动的空气，水分逐渐蒸发，盐度饱和，食盐开始结晶。这一切平静而自然。阿刘生产的是未经加工的大粒盐，这是粤东沿海人家厨房调味罐里的必备。它很晶莹的嘛，很透明。这种盐就天然的盐，这种就比较好的。叶叔是粤东的客家人，他制作的盐焗鸡是最传统的。焗是广东方言有烤的意思，这种烹调方法可以牢牢锁住食物的香味。就说这个盐啊，炒到它那个水蒸气呢，基本上没有了。包好砂纸的鸡，埋在炒热的海盐中，慢慢焗熟。大粒海盐疏松的结构，能充分吸收鸡肉散发出来的水分。现在盐的香味了，已经出来了。这是温度与盐共同作用的结果。吃盐焗鸡分手撕和切块2种。叶叔认为，手撕这种客家人的传统吃法，最能避免鸡肉纤维受到破坏。只消1把海盐，就能使鸡肉变得紧致而富有弹性，同时也能把隐藏在鸡肉深处的浓郁鲜美激发到极致。盐焗鸡的美味归功于客家人这个特殊的族群，以及他们特殊的历史。上溯1000年，因战乱和饥荒，
客家人的祖先从中原腹地出发，开始陆续大规模南迁，最终定居在南方山区的那一支，在漫长而艰辛的旅途中，能帮他们保存和贮藏食物的只有盐。这种高度依赖于盐的饮食习惯，也成为他们的味觉基因一代一代流传下来，并变换出无尽的美味。阿刘和妻子小琴的第2个孩子即将降生。晒盐的收入微薄，1年不到1万元。阿刘还要做电工和捕鱼贴补家用。村子里的人大多外出打工，大片的盐田已经荒废，阿刘依然选择留守。盐是历史，说来说去，我们是保护历史。在云南大理北部的诺邓山区，醒目的红色砂岩中间，散布着不少天然的盐井。这些盐成就了山里人特殊的美味。诺邓盐做的血肠蜡制过程不长，1周后就可以享用。云南人老黄和他的儿子树江正在小溪边搭建一个土灶。回来哟！这个土灶每年冬天的工作就是熬盐，水是卤水，熬盐的原料。这口盐井已经在诺邓村里存在了上千年。生产食盐，为的是制作诺邓当地独特的美味。经验让老黄马上认出一条成熟的诺邓火腿。火腿3年前上好了盐，已经在这里彻底风干了。3年的时间，火腿上的脂肪已经氧化成了特殊的美味。火腿要用刀卸开，每个部分都有不同的吃法。贴近中间骨头的肉是最好的。3年以上的诺邓火腿可以生吃。莴笋炒火腿，选肥瘦均匀的火腿和新鲜的莴笋同炒，放入大蒜调味，荤素搭配，是诺邓当地的家常菜。中午气温升高，盐井边上的土层里析出的盐分增多，吸引着附近的牲口。树浆的盐已经熬了4个多小时，结晶渐渐形成。诺邓井盐中含钾，利于健康，而且口味清淡，是制作火腿最好的选择。过了模子的盐，重量被固定下来。这样精准的计量方式说明，盐曾经是诺邓最重要的商品。云龙县的冬季市场，老黄和儿子树江赶到集市上，挑选制作火腿的猪肉。高原上的猪不是一般的大陆货，
顶级的诺邓火腿可以长出完美的油花。制作火腿炒饭，热热的米饭混上肉丁，用手趁热团在一起，使得米香肉香混合起来，趁热吃味道最好。每年冬至到大寒，是老黄父子制作火腿的最佳时间。诺邓在海拔1800米左右，位置恰好在河谷中江水转弯的地方。这种温润的气候最适合火腿的深度发酵。腌制火腿呢，在时间很长，并不是1天2天，它要1个多月的腌，还吊。火腿的腌制在老屋的院子里进行。山区的气候总是变化无常，等到天晴气温低，就是最佳的时机。树江已经做了10年的火腿，但是手艺远不如父亲。哎，就这么腌，不差，实时的差，多差一些。他教我怎么做之后，还是要得靠悟性，因为他这个手的按摩啊，还有汲取，还有撒盐，盐要上多少，还是要得靠悟性。诺邓火腿的腌制过程很简单，自制的诺盐均匀地覆盖在火腿上，反复揉压。手工制盐的过程繁复，这让老黄对每一粒盐都珍惜有加。今天的人已经很难体会食盐的珍贵。交通和技术的进步已经使盐成为成本极低的商品，但我们仍然认为诺邓盐是自然赐给山里人的一个特殊礼物。海拔1800米的河谷渐渐温润起来。从现在起，上千条诺邓火腿开始长霉。这种霉菌即将伴随着火腿的深度发酵，藏匿在深山里的美味正在慢慢生成。秋日的清晨，古老的呼兰河水流过原野，它发源于小兴安岭，蜿蜒曲折地注入松花江。这条古老的河流，千百年来滋润着松嫩平原东部广袤的土地，养育着这里的居民。9月，两岸肥沃的黑土孕育出中国最优质的稻米。在金秋的丰收之后，这里很快又将被冰雪覆盖，成为一片寸草不生的白色海洋。在漫长的冬季，当地人习惯存储大白菜以备过冬。如今虽然都不难在冬季获得新鲜的蔬菜，但是这种风味独特的腌制泡菜却已经成为一种让本地人难以割舍，甚至正在走向全球化的风味美食。金顺基现在生活在北京，对他来说，故乡就是这种让他魂牵梦系的泡菜的味道。今年之前，我差不多有2、3年没有回老家了，忽闪的感觉，就像家乡在欢迎你的那种感觉。那时候就心情特别好，然后感觉也特别美。金顺基的父母在这里已经共同生活了40余年，
如今，母亲会把菜园里的收获晾晒腌制后，寄给在大城市里生活的孩子们。고추 잘 익었다 엄마. 너랑 고추도 있네? 이게? 菜园里的白菜是母亲每年7月头伏时种下的。白菜选用的都是心儿紧叶嫩的品种，这也是制作辣白菜的上等食材。今天，女儿第一次和妈妈学习做泡菜。 이것도 걷어? 그래. 이거 걷고. 내려 중간에. 이렇게 놓고 가지고 하긴 나쁘잖아. 이렇게 대가리를 짜게 놓고. 대가리 이렇게? 응. 까다롭다야. 이렇게 하면 되고 이렇게? 맞아? 응. 切好的白菜，要先用盐水渍出多余的水分。由于年年压泡菜，石头已经变得无比光滑。 做泡菜是全村人在入冬前的头等大事。一大早，各种准备工作就陆续开始。涂抹调料是做辣白菜最重要的步骤。调料包括辣椒、苹果、白梨、鱼露和虾仁等等。调料的口味各家不同，只有现磨的干辣椒粉必不可少。 朝鲜族凡喜庆之日必食打糕，将糯米蒸熟，用木锤反复捶打，直至黏润。香甜软糯的打糕，配合清新爽口的辣白菜，就成了最完美的组合。 左邻右舍的妇女们早有默契，轮流帮助每一个家庭制作泡菜。小院里弥散着鲜辣的味道。村子里家家户户都有着自家的菜窖。半个月后，经过乳酸静静的发酵。 每一颗成熟新鲜的白菜将变成合格的泡菜。我去西藏啊，还去韩国什么的，很多地方都有这个花。偶尔会看得到的时候，我就觉得特别好，然后觉得很怀念那种小时候的那种的记忆。尝鲜的愿望是永恒的，但时间久了，吃习惯了。 这种被腌制出来的滋味，也许就变得比新鲜还要诱人。岁月愈久，味道愈浓。泡菜将是今天晚餐里的主角。朝鲜族泡菜品目繁多，而且即便只是一个品种，也可以呈现出多种不同的味道。凉食的清爽。 加热后的鲜香，而每个主妇都认为自己的手艺最棒。他们就是好像自己找个理由，大家一起来做一些事情，然后就晚上会在一起吃饭、跳舞、唱歌。
当金顺基的父母在呼兰河畔忙着腌制各种蔬菜的同时，在4000公里之外的南国，每当秋风初起，那里的人们也会被另一种时间的味道所吸引。南方的天气和水土都和北方大不相同，因此南方人储存食物的方法以及他们所迷恋的滋味，也和北方迥然相异。腊味是南方人在入冬后传统的必备美食。制造腊味的初衷是为了能在南方的湿热天气里更好地储存那些容易腐败变质的新鲜肉类。如今，腊味既能成为家常小菜，也能登大雅之堂。煲仔饭是腊味最经典的吃法之一。烹制煲仔饭是一项复杂而辛苦的工作，厨师必须严格掌握火候，才能做出恰到好处的煲仔饭。正宗的煲仔饭最好是用收获后3至9个月的半新米，还必须用瓦煲来做盛器，生米煮，猛火烧，煲熟后再转到炭炉上慢慢烘，让藏在腊味里的肉汁完全渗入米饭。温暖香糯的煲仔饭一直是最适合冬天的美味。阿天和家人一起经营着自家的腊味店，每天早上他都是店里最忙碌的人。做这份工作，他已经有了10年的经验。和兴腊味家有着60年的历史。如今，阿天和他的父亲大伯一起打理照料店里的一切。哎，来啦，南安腊鸭是老一辈香港人几乎都会垂涎的美味，肥润甘香，骨脆肉嫩，是制作丽玉腊鸭煲的上好食材。每到秋冬，阿天家的腊味店简直就是一座腊味大观园，而这里最出名的要数店里自制的腊肠。为了控制品质，老店的工厂一直设在离店铺不太远的香港岛内。在工厂里，制作腊肠依然沿用传统的全手工制作。制腊肠的肠衣要存放1年才能使用。灌成腊肠之后，还要用钉耙刺破肠衣，挤走多余的空气。用水草绳和麻绳将灌肠分小段分扎。只有经验丰富的老工人才能把这道工艺做得整齐美观。从前，腊肠制成后都要放在太阳下晒干，然后储藏。现在因为天气比以往潮湿，腊肠难以自然干透，所以几乎全部都要在工厂里烘焙制作。1周之後，迷人的鹹香之味就會彌漫着整個工廠。咁就其實因為香港係太多好多嘅各個國家嘅食物都會可以喺香港度食到，但係佢哋都會有份情意結，就係臘味係其實工場嘅師傅或者其他嘅同事都會係好繁忙同埋。
夏天最尾嗰段時間都係屬於熱嘅天氣嚟嘅，咁變咗仲會更加係會辛苦啲咯。好多而家嘅年青人咁樣啦，都唔係話太中意做啲好辛苦嘅工作，花多啲心機去認識下你自己做嘅嘢。你有冇花心機去認識你自己做嘅嘢呢？有冇去嘗試去花多啲嘅心力去做嘢裏邊獲得更大嘅成功感？我阿爺到我大伯同我爸爸都有份經歷嘅一個行業，咁亦都令我更加會係有動力去繼續做落去。中國的味覺史就這樣在辣味中延續着，而在遠離香港鬧市的內地山區，你可以領略到更加古老、更為原始的味道。湘西位於中國東西結合部，這裡山川險峻，交通閉塞。我们苗家的饮食是传女不传男的，我这一整套饮食的话，全部都是我妈妈传给我的。龙毅出生在这个偏僻的山村，从小就渴望走出大山。农历8月，稻田里的荷花开了，又到了苗族人制作腌鱼的传统时节。龙毅的哥哥正在制作烟筒。就是做腌鱼的话呢，它必须要选荷花鱼以外，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环节，它就是什么呢？必须要有一个非常好的筒子。烟筒的主材料是质地坚硬的杉木，它的制作非常讲究，必须选用竹篾箍紧，以防食盐的腐蚀。荷花鱼就是农家在稻田里放养的鲤鱼，因鱼喜欢吃飘落在水面上的荷花而得名。那个时候是最舒服的，不管男孩子女孩子都喜欢。我记得我小时候很快乐的事就是我妈妈每年就是有这个荷花鱼的时候，我妈妈每年都会做蒸鱼吃，热气腾腾的，一人一条，就拿着这么咬。制作腌鱼，首先要将糯米炒熟。这是必不可少的调味料之一。新鲜的上好的这个红辣椒，就刚从地里面摘的。黑生姜，因为生姜它去腥。还有山赖。木姜子是必须要的，木姜子一般都是到山上采的。还有就是盐。来，把这扯进去那个。我们苗家叫荷花鱼，然后那荷花的话它含糖，营养成分也很好，然后的话那个鱼就长得很快，而且它的肉质特别的鲜美，吃起来很甜。将鱼层层重叠压紧，再压上重石，1个月以后即可开桶食用。
我们都是最喜欢坐摩托车，因为坐摩托车相对我们以前没有公路的时候来说啊，那是特别好的享受了。读书的时候啊，虽然读得很苦，但是自己呢知道很努力，一定要走出去。就说我现在苦几年，以后我可能就幸福很久。烟鱼跟腊肉啊，在我们整个我读书期间的话呢，起到很大很大的作用。我妈妈他们就是给我们用那个玻璃瓶子啊，炒好大一瓶，全是烟鱼。有时候就是烟鱼里面放那个黄豆啊，或者是腊肉里面炒萝卜条呀，这样子带着走。湘西冬日高寒，每到冬季来临之前，村子里家家户户都要熏制腊肉，非常均匀的切成一块一块的，要把它抹上盐，用苗家自己酿的米酒把那个盐溶掉。湘西木材丰富，熏烤腊肉的燃料以硬木为佳，如茶树和杨梅树。熏烤时要把腊制好的肉挂在取暖做饭的火塘之上，还不断地将松果、茶壳、橘皮等放入火塘，这样熏烤出来的腊肉就会带着茶果的香味。储藏腊肉的最佳地点就是谷仓的稻谷堆里，这里既避光又干燥。腊肉食用前要先用炭火烧皮，然后用淘米水洗净。将腊肉和萝卜干一起炒，是苗家最常见的食用方法之一。烟鱼的话，吃法很多，文火、油煎，必须要火小。我生气啊！就等不了。还有，就是上午的一个什么？有带这些是5月多。香很苦哎。老啊。8千了啊，那快点买下。对淳朴的苗家人来说，烟鱼腊肉不仅仅是一种食物，而且是被保存在岁月之中的生活和记忆。一般是我们要赶课的话，就是早上3、4点钟就要起来。我妈妈就早上就3、4点钟之后就开始送我啊，就送了几个坡以后，那个天鱼肚白的时候啊，她就跟我说，她说，满女啊，你走啊，你自己走了，现在天快亮了，你就自己走吧。这个天是越走越亮的，我要回家做事去了。然后我仗着胆子走。腊肉和烟鱼曾经陪伴着苗族少女走出一片新的天地，而同样穿行在崇山峻岭中的徽州人对烟鱼却有着自己的心得。徽州的臭鳜鱼呢是徽菜的一个代表菜，现在这个臭鳜鱼的制作在选鱼方面是相当讲究的，一定要选用这个3、4月份桃花盛开的季节，这个季节的鳜鱼是最肥，鱼质是最鲜美的时候。这里是徽商故里和徽文化的发祥地。由于古徽州地少人多，居民们不得不离乡背井，走出深山去闯世界求生存。而他们在路途之上的食物，也不得不经过风干和腌制，以便于保存和携带。比如徽菜里的腊八豆腐，虽然像铁饼那样坚硬，但保质期却可以很长。食物放久了，终究会发酵变臭，
不过久而久之，腐败竟然也成为味道的一种，比如臭豆腐，比如更为极致的毛豆腐。嗜臭，于是也成为徽菜的一个独有的特征。臭鳜鱼呢，腌制好以后，鱼的表面略呈这个铜绿色，鱼鳃是发红的。你闻起来臭，但吃起来很香。鳜鱼是中国独有的淡水鱼之一。简朴智慧的徽州人则发明了用腌制和发酵这2种方法来再次制造美味的魔法。你用筷子把这个鱼肉剥开，它里面的鱼肉是呈蒜瓣状的，一片一片的，很细嫩，很鲜美的。徽菜的另一道代表菜刀板香，鲜肉腌制后省去了烟熏的程序，切片，把它放在上等的香樟木板上，耐心地等待樟木板慢慢吸走咸肉的油腻，既保持肉的咸鲜，又油而不腻，这才是真正的刀板留香。在今天的黄山地区，农家后院里依然晾晒着火腿和咸肉。在叶师傅看来，家乡的农家火腿是世上最美味的火腿。当然，他也一定知道，在距古徽州不远的浙江金华，有一种更加著名的火腿，肌红脂白，香气浓郁，滋味鲜美。金华火腿通常被细分为5个部分。上方是肉质最好的部位，江浙传统名菜蜜汁火方中的火方，指的就是金华火腿的上方。这道菜费工、费料、费时间。咸香的火腿浇上事先烧酥的蜜汁，咸甜交织，回味无穷。中方通常可以切丝，与蹄筋、海参搭配，成为传统宴席当中的高档火腿菜。火筒、火爪和滴油可以用来炖汤，用金华火腿调出来的汤，构成了一切江浙菜乃至传统粤菜的底味。火腿的传统制作工艺受自然条件影响很大。金华四面环山，为火腿的腌制提供了天造之力。因此也有人推论，徽菜里的刀板香是金华火腿的雏形。但也有民间传说认为，金华火腿起源于1000年前的宋代，曾经是抗击外族入侵时的一种军粮。今天的火腿工厂已经引进了现代化的生产设备，与欧洲合作生产具有中式和西式混合风味的火腿新品种。每条猪腿原料都要经过按摩处理，以保证它在后续过程中充分呼吸和发酵。上盐过程中，通过控温和控湿，在确保猪腿吸收恰到好处的盐量的同时，也降低了盐的含量，以适应今人对健康饮食的要求。长达30个月以上的窖藏发酵之后，在酶的作用下，最终制造出最浓郁的异香。火腿菜在传统的基础上也进行了改良，低盐火腿被切成薄片精细加工，更加符合健康的饮食潮流。可以生食的火腿新品种，让传统的食客可以领略到异域风情。金华火腿正在与金华这座小城一起，在时代中演变、迈进。